距离管城中心医院不远的一家宾馆里，海志清的父母敲开了海家老大的房门。海家老大打开了房门，看到最小的弟弟夫妻俩一脸着急的样子，他关心地问着：“老小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俩脸色这么难看。”大哥，志清昨天出去后就没有回来，我们担心他出事了。海志清的爸呢，在海家兄妹当中是排行最小的，父母最疼爱的便是他，给他取的大名就叫做爱宝，最爱的心肝宝贝的意思。志清有说去做什么吗？海民成身为海家老大，年纪最大，倒是能沉得住气。海爱宝犹豫了一下后说道：“志清说要去找海童算账，要让海童拿钱出来给妈交医药费。昨天出去后到现在都没有回来，打他手机已经关机了。海志清现在被拘留了，家里人还不知道他的手机恰好又没电自动关机了。”海明成顿时黑下了脸，骂着弟弟夫妻俩：“你们俩怎么能让志清自己去找海童？上次他们见弟几个一起去，海童都是寸步不让的，他一个人能让海童低头？也是跟侄女打交道了，海明成才知道他们都小瞧了三弟留下来的2个孩子。大侄女就不说了，仅是海童这个侄女就是个刺头，让他们一大家子都吃了大亏。钱没有要到就算了，名声也差了，孩子们还因此被停职，生意受影响的。本来他们兄妹几人打算再去找海童谈一谈的，两上妹妹还没有时间，只好改时间，等周末的时候大家都能挤出时间，然后一起去找海童。怎么说，他们都是海童的长辈，或许海童会给他们一点面子。至亲非要去找海童算账，我们拦也拦不住呀。他年轻气盛，志明说他上次都想砸了海童的店，赶紧的，你们去海童那里问问至亲有没有去找他麻烦。海爱宝夫妻俩担心儿子，听从大哥的话，转身就走。等等，我陪着你们去。海明成觉得自己是老大，是海童的大伯，三弟夫妻俩还活着时，他和三弟的关系也挺好的。虽说嫌弃三弟妹未能替三弟生个儿子，但三弟对2个女儿也是极为疼爱的。他看在三弟的份上啊，对小时候的海童也算不错。或许他去了，海童还能给他几分面子的。海明成对小时候的海童说不错，那是他自己认为的，况且他的再不错。在自己三弟夫妻俩去世后，他们联合着父母分走三弟夫妻俩的死亡赔偿款，赶走2个未成年的侄女，霸占三弟留下来的家产，就已经抹掉了海童对大伯的那点单薄的亲情。你们等等，我换了衣服就和你们一起去。大哥，要不要叫上志明和志文？海爱宝想着人多好办事，把2个最有本事的侄儿叫上，他觉得心都能安稳一点。那就叫上吧。海明成也觉得人多好办事，赞成弟弟把儿子和侄儿都叫上。谁知道海爱宝打电话给大侄儿的时候，海志明说道：“小叔，我刚想打电话给你，至亲出事了。”闻言，海爱宝脸色一白，忙问：“至亲出什么事儿了？”他说他去找海童要钱的，是不是被海童打了？那个死丫头敢动我家至亲一根头发，我跟他没完没了，回去就把他老娘的坟都扒了。海童亲爹是他三哥，海爱宝不会扒三哥的坟，三嫂与他没有血缘关系。海童惹怒了他，他真能把三嫂的坟给夷为平地。至亲带了几个小混混半夜拦截海童的车，他们还带着铁棍想对海童进行打砸的，遭到了海童的反抗。现在他和一班小混混都被拘留了，我也是刚收到消息的。拘留了？姐弟之间的矛盾怎么还报警了？海童那个死丫头真是心狠，居然报警抓我家至亲啊！志明能把至亲赎出来吗？他还小，还是个孩子呢，会被吓坏的。海爱宝一想到侄女报警抓走了自己的儿子，先是愤怒至极，怪海童没有手下留情，后是担心儿子会被吓坏，想着赶紧把儿子赎出来。上次去找海童的时候，至亲都冲动得很，我们现在处于劣势，不能跟海童来硬的。至亲还要去找海童的麻烦，海童背后的靠山是谁，我们还不知道，不宜再轻举妄动的。海志明说着小叔，小叔应该劝住至亲的。我们与海童姐妹俩没有恩，只有过节，他
他对我们一大家子都是恨之入骨的，跟他说什么手足情，那是枉然的。大家都想让海童出钱，海志明没有意见，随大流，有人当冤大头，那是极好的。心里其实明白，他们一大家人对海童姐妹俩是真的很过分，也怨不得海童对他们无情无义的。所幸现在热搜的热度渐渐退去，只要他们不再作死，慢慢的就能让网友们忘记他们的事，以后他们想干嘛还能干嘛，不会受影响。至于奶奶的医药费和后续的治疗费，海志明就觉得他们这么多人，每人出一点也够了。毕竟他们生活都属于小康水平，在乡下，家家都住着自建的别墅的，没必要为了几十万的医药费一直和海童闹下去的。海童不肯拿出来，他们能怎么样？想到的办法也用了，结果呢？被反噬了。我哪劝得住？志明，我们现在是先去把至亲赎出来，还是先去把至亲赎出来吧？问清楚至亲有没有伤到海童，要是海童被打伤了，小叔，你们还得提着礼物去看看海童，向他道歉，请求他不要追穷至亲的责任，否则至亲后续麻烦不断的。毕竟是在外面做点小生意混过世道的人，海志明比他小叔理智多了。至亲妈在一旁听到大侄儿的话，骂道：海童把我儿子送进去了，还要我去赔礼道歉？做梦吧！我去找他算账，看我不砸了他的店啊，撕了他的嘴，我可不怕他背后的靠山，不怕名声受损的。现在他们的名声已经损了，村子里的人都翻出了旧账，对他们一大家子指指点点的。在至亲妈的认知里啊，村里的人就是见她婆婆生病住院了，才敢指责他们当年如何如何的无情。要是婆婆没有生病，他们几个联合婆婆能把整个村子闹得家家鸡犬不宁的，看看谁还敢嘴多的。海志明就像没有听到小沈的骂声一样，跟小叔说完后便挂了电话。之后他长叹一声，他严重怀疑他们是瘟神缠身，那么多人一起都无法动海童一根头发。而且他感觉海童背后有靠山，但又不知道他的靠山是谁，能让所有调解员都不敢再帮他们这个忙。海童背后的靠山在管城肯定很厉害，可是以他们对海童姐妹俩的调查，又查不到他们认识厉害的人物。海玲的丈夫虽说在一家大公司当经理，只是打工人，海童的丈夫从事什么工作啊？他们是不知道，但从村里人的嘴里得知，海童的丈夫是开着一辆11-2万的国产车，他们随便一个人的代步车都比海童丈夫的好，说明对方混得不怎么样。如果真说是靠山的话，估计就是海童那个好闺蜜了。那个沈小姐是管城城里土生土长的，家里也有钱，听说齐姑是嫁入了豪门的，难道是姓沈的小妞帮着海童？海童猜到她报警处置了海至亲，老家那一班极品肯定会来找她的，她也做好了心理准备。不过直到中午，她都没有等到老家那些极品到来。老太太没有让海童打电话给战印，她自己打的电话。战印接到奶奶的电话时，她已经坐着专车从公司里出来，准备前往管城大酒店吃饭。苏南的车子也尾随着他的，2个人约好了一起吃的。奶奶，战印接了奶奶的电话，不等奶奶说话，他低沉地问着：我让奶奶问的问题没有问到结果吗？什么问题？你有托我问问题吗？老太太不记得了。吱一声，车子紧急停车。战印神色不变，继续和奶奶通电话。他默了默后才说道：他昨晚几点回来的？我让奶奶帮我问一问，1个上午都没有答案给我。阿七扭头看着大少爷和老夫人通话，揪着空碎细时间，赶紧说道：大少爷，又是商小姐。商小飞在战氏集团门口等了1个上午，为了请战印吃饭，还要想送个礼物给战印。这一次呢，他学聪明了，没有直接用车去堵战印的车子，免得又被撞坏了。他以肉身之躯挡了战印的专车，不会影响其他车子的出入。战印看都不看车外的商小飞。老太太在电话那边笑道：这个问题啊，我真是忘了，不过没事，你可以自己问的。你下班了吧？现在过来吃饭，我还在海童的店里，他此刻还在厨房里忙活，准备海鲜大餐。战印想到夫妻俩还在冷战期间，
他连他的微信都删了，他更是把他的手机号码拉黑。说实在的，他战印自从拥有第一台手机，有了手机号码开始，还不曾被人拉黑过。海童是第一个拉黑他的人。我不过去了，我和苏南去咱们家酒店吃饭。战印直接拒绝过去吃饭，他觉得他去了海童的店里吃饭，就是他向海童低了头。虽然觉得冷战这件事是他的错，战印就是难以低头。用奶奶的话说，他就是死鸭子嘴硬。不行，奶奶跟海童说了，叫你过来吃饭的，叫他准备了你那一份的，你要是不过来，多出来的饭菜就浪费了。赶紧的过来吃海鲜大餐，都是真正的海产品，商家小妞给海童送来的。闻言，战印皱眉，低冷地问道：他为什么送那么多海鲜给海童？因为你啊，我偷偷跟你说哈，海童帮着商家小妞追求你呢。你说这是什么跟什么呀？阿印呀，奶奶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呢。老太太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躲到书店外面去说，免得被海童姐妹俩听见了。海玲已经回到店里，工作还是没有着落。战印听得一脸黑线，奶奶那是什么口吻啊？幸灾乐祸。奶奶不跟你废话了，你马上过来吃饭，否则我就告诉海童你就是战家大少爷。真是的，奶奶给你找了个台阶，你都不想下哎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件事，商小飞要送给你的礼物是从海童这里拿去的，哎，至于是什么，你收下便知道了。战印脸色更黑。奶奶答应过他不会插手他和海童的事，却又拿着他真实身份威胁他。他直接摁断了通话，老太太一点也不在意，他老人家本来也要结束通话的了。大少爷，商小姐不肯让路。司机扭头对战印说道。战印静默了1分钟，忽然开了车门下车。商小飞看到他下车很开心，马上拿着那只装了2只凤凰的礼物盒子上前，漂亮的大眼睛着迷地看着战印那张帅气的脸，哪怕他紧绷着脸，神情冷漠，也不影响他的帅气。真帅，真酷，他真的爱惨了他这副模样。战少，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你早上帮了我的忙，我这个人不喜欢欠人情。你既然帮了我，我就欠了你的人情，我请你去吃饭还你人情吧，怎么样？商小飞双手把盒子递到战印的面前，期待地看着战印，心里觉得海童的办法还是有用的。自从用了海童的追夫方法，战印都肯下车面对他了。战印盯着那个盒子，奶奶说礼物是从海童那里拿来的，想必是海童编织的工艺品吧。他上次把给他的招财猫送给了商小飞，他生气后，他答应补给他1只招财猫，另外还有1条金龙，但他至今都还没有收到他补给他的礼物，会不会又给了商小飞？带着这个疑问，鬼使神差的战印拿过了商小飞递过来的礼物盒子，当着商小飞的面打开了盒子，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，赫然是2只凤凰。战少，喜欢吗？这2只凤凰我觉得特别漂亮，栩栩如生的。战印接过了盒子，还打开来看，对于商小飞来说，那是天大的惊喜。他笑咧了嘴，看战印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慕。还好，他没有再把送给他的东西送给商小飞。战印把2只凤凰塞回盒子里，然后扔回给商小飞，转身就回到车上去。对于商小飞说欠他人情要请他吃饭的话，他就当没有听进耳里去。阿七把他拖到一边去。战印回到车上后，沉声吩咐着阿七把商小飞拖走。阿七奉命行事，商小飞被他轻轻松松地拖到了一边去，气得商小飞不停地踩踏着阿七的脚，痛得阿七直呲牙。战印的专车驶离了战氏集团大门口，阿七等战印的专车远去了，才松开商小飞。商小飞回身就是1巴掌朝阿七抽过去。阿七眼明手快地攫住了他的手腕，神情冰冷地警告着：商小姐，我打人是不分男女的，你放开我，你敢打我试试了？阿七用力地甩开了他的手，冷冷地道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商小姐要是对我不客气，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对商小姐。他是保镖不假，并不觉得就低人一等啊，大少爷待他们都如同兄弟一样的。商小飞要是仗着身份打他，阿七是不会客气的。
你。商小飞被阿七的冷硬态度镇住，他不像海童会功夫，不过是仗着身份在管城当螃蟹而已。那是没有遇到比他更厉害的千金小姐，他才能横着走。阿七懒得和商小飞扯下去，冷冷地说了句：“别缠着我们大少爷，大少爷不喜欢你。”撇下这句话后，阿七大步地走向那辆停下来等着他的保镖车。商小飞被他的话气得脸色又红又黑的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冲着远去的那辆保镖车骂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这样对我说话，不知道我是谁吗？”保安室里的值班保安们听到商小飞气急败坏的骂声，都在心里腹诽着，就因为知道你是谁，才这样对你。商小飞是商氏集团当家总裁的亲妹妹，深得家人的疼，可以说是集万千宠于一身。她的身份非常够了，但在战氏集团的人眼里呢，他们与商氏集团本就不对盘，又何必去讨好商小飞？他们战总是不可能接受商小飞的追求。从上到下，还真没有人害怕得罪商小飞的。战印的专车行到一处红绿灯，因为红灯停了下来。战印打电话给苏南，苏南前面那辆车失效地接了电话，说道：“你只要按下车窗，扭头叫喊一声，我就能听见了。”苏南，我失约一下，你自己去酒店吃饭吧。为啥？我去陪我奶奶，她老人家刚才给我来过电话呢。战印要面子，没有说是去海童的店。苏南笑道：“我可以陪着战奶奶一起吃饭的，我想战奶奶不会嫌弃我不请自去。老人家是个爽利的性子，对晚辈也很包容。他们这些在战氏集团卖命又和战印是好的人，在战奶奶眼里如同他老人家的孙子一般。今天不是很方便。”哦，苏南拖长了尾音，似乎猜到了原因，他笑道：“那行，我自己去酒店吧。”跟好说明原因后，战印便吩咐司机送我回明苑花园。因为跟海童冷战，又分居而住，他那辆专门骗海童的商务车还停在明苑花园里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让人开到公司。他过去得开着那辆商务车。司机恭敬地应了声。十几分钟后，由司机送回到明苑花园的战印开着那辆商务车从里面出来，直奔那个管城中学。他到达海童店的时候，下课的学生们才陆陆续续地被家长们接走。在管城中学门口的那些店、便利店也从热闹恢复了平静。阿印，你来了。老太太听到动静，从店里出来，到孙子，他老人家笑眯眯地走过去。见孙子就是空着手下车的，他不满地低声说道：“你就是这样过来的。”奶奶，我该怎么样过来啊？老太太一噎，这个不懂浪漫、不解风情的木头冰山，也就是他这个奶奶的当了一回坏人，就唠叨了2-3个月，把这个孙子叨得烦了。答应娶了海童才能结束单身，否则以他这样的个性啊，怕是到40岁还是光棍一条，也不知道买束花，买些礼物过来给海童。他不需要家里阳台种满了花，他早晚都能赏花。老太太都想一脚踹过去了，忍住了。谁叫这是亲生的孙子呀，踹了他老人家也心疼。战印过来了。海玲抱着儿子走出来，笑着招呼妹夫进店。战印客气地叫了一声姐姐，见周阳朝他伸长手，他便伸手过去抱过了周阳。小家伙甜甜地叫了他一声小姨夫。杨洋真乖啊。战印不喜欢和周红林这个连襟打交道，但对周阳却是很喜欢的，这小家伙长得讨喜。眼角余光了海玲那满脸都是肉的五官，战印想到在自家酒店遇周红林的事。保镖说周红林身边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2个人挺亲热的。周红林出轨了吧？由于他没有到，保镖也是觉得那人像周红林，并没有停下来认真。战印心里有怀疑，但并没有告诉海玲，就怕万一是认错人，告诉了海玲，他反而成了破坏人家夫妻感情的恶人。沈小军搬了张桌子出来，把店里收拾一下，腾出空地方摆放那张桌子。见到战印进来，他打了声招呼，手上动作不停，拿来了抹布把桌子抹干净。战印没有到海童，猜测他还在厨房里忙活着吧？他买了那么多的海鲜吗？阿印，洋洋给我，你进厨房海童还需要帮忙不？老太太直接把孙子赶进厨房去。
海玲和沈小军听了老太太的话，都很实的，没有跟着放任小夫妻俩能说些悄悄话。沈小军是知道好夫妻俩因为误会冷战的事，指望着这短暂的时间，好能向战印解释清楚呢，免得战印以为他沈小军是拉红线的。天可见怜，他真的没有想过要把好和表弟凑成一对儿的，也知道海童对念生那是姐弟之情，两个人的年龄差距是3岁，3年一个代沟呢。战印了奶奶两眼，抱着的周阳被奶奶抱过去了，奶奶还悄悄地掐了他的手背一下，暗示他进去和海童说说话，台阶都给他铺好了，他不顺着台阶下，难道要跳楼啊？心里别扭，总觉得奶奶这是逼着他向海童低头，面上却不显战印，默默地走进了小厨房。海童已经烧好了所有菜，一进厨房闻到的都是香味。战印顿觉得饿了，海童一转身就到他愣住。战印静静地看着他，有2天没见着，他忽然觉得自己还挺喜欢看到他这张脸的。夫妻俩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最后还是海童打破彼此间的沉默，他说道：洗了手，帮忙把菜端出去，都烧好了的。战印没有拒绝，也没有明确答应，抿了抿薄唇后，他低沉地问他：怎么买了那么多的海鲜啊？主要是他没有收到他的消费信息，这些海鲜是他自己掏钱买的。夫妻冷战还冷战，养家还是他这个丈夫的事。一共花了多少钱？等会儿我转钱给你生活费，说好我出的啊。海童扭头看了一眼自己准备的海鲜大餐，笑了笑，解释的道：没有花1分钱，是商小姐去海边度假带回来的，她给我送了很多过来，等会儿奶奶要是回家，你送奶奶回去，带些回去给你爸妈们尝尝鲜，都是很新鲜的。战印俊脸微抽，原来是商小飞送过来的。2个人本该是情敌的，却因为他的刻意隐瞒身份，导致2个人竟然有了交集，似乎还在向好友的方向发展。无功不受禄，商小姐送了这么多海鲜过来，咱们不好欠她人情啊，我给你转点钱，你买些东西送给商小姐，算是偿还她送我们海鲜的人情。说来说去，战印就是想给海童转钱，因为夫妻俩已经互删微信，他拉不下脸主动嫁回海童，只能拿转钱说事啊。海童只要肯收下他的钱，就一定会主动把微信号给他，他可以光明正大的、不丢脸的加回老婆的微信。海童没有战印这么多的心眼儿，他直接拒绝了战印的好意，说道：我和商小姐已经是朋友，不必那样客气，凡是讲钱，商小姐会生气的，觉得我瞧不起她。况且我给商小姐支了招儿，商小姐给我送海鲜，等于是给我这个爱情顾问的报酬。你赶紧洗手，帮忙端菜出去，海鲜凉了不好吃。海童说着，端着手上那盘海虾，绕过战印就要出去。海童，战印低低地叫住他。海童停下来，扭头看他，问道：怎么了？战印看着他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眼见海童不耐烦又要走开了，他并没有说出和解的话来，只是说了句：没事了。海童瞪了他2眼，转身走出了厨房。小厨房里就只有战印一个人了。他有点烦躁。静默了1分钟后，他终究是洗了手，帮忙端菜出去。商小飞送来的海鲜种类多，海童每样都整了一些，把一张桌子摆得满满当当的。沈小军还买了几瓶饮料回来。大家围坐在桌子上，吃得热热闹闹的，连周阳这个小家伙都吃得很开心。他很喜欢吃虾，但他年纪小，自己不会剥虾壳，只能由妈妈来照顾。海童疼外甥如子，他心疼姐姐找了半天的工作，然后走得累了，便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帮外甥剥着虾壳，对姐姐说道：姐，你吃，我照顾洋洋。没事，你吃吧。海玲给儿子加了点鱼肉，让儿子吃点鱼肉，别老是吃虾。老太太很喜欢姐妹俩之间的手足情，察觉到身边的孙子只顾闷头吃饭，也不知道体贴一下孙媳妇，老太太悄悄地在桌子底下碰了碰孙子的脚。战印看向奶奶，黑眸沉沉，眼神颇为无辜样，好像不知道奶奶碰他是什么意思。老太太那个发愁呀，她夫妻俩当初是尽心尽力地培养长孙接班人吗？
他们是倾注了他们全部的心血的，怎么收获的成果却不尽人意呢？在能力上，战印倒是让他很满意。战氏集团交到战印的手上后，如日中天，比商氏集团发展的更快啊，更好。可在感情生活上，老太太直觉孙子就是个情伤为负的人，给海童包点虾吧。老太太不得已小声提醒着孙子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孙子都不知道抓住。战印薄唇一抿，他有手呀，自己养大的孙子，老太太最了解。战印把唇一抿，老太太就知道他在心里想着什么了。他瞪着孙子，战印被奶奶瞪着，一言不发的从一次性手套的盒子里抽出了2只手套，然后戴上，长手一伸一端，把那盘虾端到他的面前放下，淡淡的道：海童，你吃，我给洋洋剥虾壳。他叫战印体贴海童，他体贴洋洋作甚？没救了，这混小子！海童不跟战印抢事情做，嗯了一声便脱下了一次性手套。战印剥虾壳的动作飞快，很快周阳的小碗里就堆满了虾肉。战印依旧在剥着虾壳，不过没有再把虾肉放进周阳的碗里，而是把虾肉放回了盘子里。等他剥完一整盘的虾壳后，他把那盘虾肉放到了海童的面前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甚至都没有多看海童2眼。放下那盘虾肉后，他默默地脱下了一次性的手套，神色自若地端起自己的汤碗，喝了一口海鲜汤。不得不说，海童熬汤炒菜的本事真不错。他嘴巴其实很挑，都能吃得津津有味的。虽说战印没有明着体贴海童，但他最后把那盘剥光了壳的虾肉往海童面前放，在座的人都能看出来，他那是体贴海童。老太太虽不是很满意，倒也不好再说什么，还是等这个混小子回老宅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再好好的跟他说道说道。一顿饭吃得尽欢。饭后，战印收拾碗筷，沈小军和海玲都想阻止他帮忙，老太太说道：让阿印帮忙吧，我们家的孩子都是出的厅堂入的厨房，什么活都能干的。战印似是在嘀嘀咕咕，但嘀咕了什么呢？他自己都不清楚。海童怕战印又像上次洗碗那样弄得满盆都是泡，便和他一起收拾碗筷进厨房清洗。奶奶说傍晚吃过了晚饭，叫一晨送他回去。战印低沉地对妻子说了句：我等会儿就要上班了。不是他不想送奶奶回家，是老人家还舍不得孙媳妇。也行，谁送奶奶回家都是一样的。你出去吧，我来洗碗，你早点回公司，在公司里还能略作休息。战印被妻子自洗碗槽前挤开，他沉默地看着海童的侧颜，真美。察觉到他还没有离开，海童扭头问他怎么了。战印抿了抿嘴后说道：没事，我先回公司。好。海童随口应了声，又扭过头去继续清洗碗筷。深深地看了他的背影2眼，战印才转身走出了厨房。老太太陪着周阳玩，看到孙子出来了，他老人家颇为不悦的道：阿印，你怎么不帮海童洗洗碗？他忙了一个中午，累得很。他们战家的男儿是很疼爱妻子的，老太太看他的几个儿子对儿媳妇都是体贴入微，宠爱有加，怎么轮到了孙子这里却是不懂得体贴孙媳妇呢？海童不用我帮忙，奶奶，我先回公司了。战印低沉地说了句，便从奶奶的面前走过。老太太张张嘴想说什么的，战印已经大步流星地走出了书店。他终究是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想说的话游园路滚回去了。很快，战印便开着车离开了这个管城中学门口。不久后，他又接到苏南的电话，有事。战印在红绿灯路口停下来等着绿灯。算得上是你最小舅子的海之亲进去了呀？那不是我的小舅子。战印冷冷地纠正好友的称呼。他和海童的冷战都还没有结束，夫妻关系还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呢。海家那些人他是不会当亲戚的，连海童都不把老家人当亲人了。行，不是你的小舅子。苏南很清楚海家人对海童姐妹俩做了什么的，也知道自己刚刚的玩笑有点过火。
海志钦带着小混混拦了海童的路，想打他的，但被他反揍了一顿后，报警把他和小混混们都拘留了。海童没有受伤，那些小混混便只是拘留了事。海家那边又要出什么幺蛾子？战印吩咐苏南安排人盯着海家，那一大家子但凡有点动静，战印都会比海童先一步知道。他们要把海志钦赎出来，纠合一群人去拦路打砸。要不是海童会拳脚功夫，他的车子会被砸，人会受伤，说不定钱财也会损失。那如同拦路打劫、拘留已经是很轻的了。苏南笑道：“真想不到我们总裁夫人身手还不错呀。”行，我知道了。好友夸赞着海童身手不错，战印一声不吭。你还在你太太的店里？啊，你们夫妻俩和好了吗？抓紧时间哄哄她吧，女孩子很好哄的。送她2束花，或者送点她喜欢的东西，实在不知道她喜欢什么，就俗一点，直接给她发红包，多发点，下一场红包雨，保证能把她哄住。我在回公司的路上，绿灯了，我要开车，不和你说了。战印挂断了与好友的通话。哦，海童喜欢什么呀？战印没有深入去了解，只知道他喜欢吃，也能吃，是个吃货。他们刚领证不久，他陪着沈小军去参加宴会，保镖看到他后就说了，整个晚上2个女孩子都窝在角落里吃吃喝喝的，吃饱喝足后就先溜了，并没有结交富二代的意思。怪不得2个人能成为好闺蜜，都是一样的人。俗一点的法子，直接给钱。在店里的时候，他就跟他说过，不能白要商小飞的海鲜，想给他转钱，让他把钱给商小飞，那样不欠商小飞的人情，但他薄得他无话可说呀。夫妻俩已经互删了微信，海童更是把他的手机号码都拉黑了，加不回微信，他怎么给他发红包雨啊？战印有点后悔自己度量小，心眼小，仅因为一点误会就语气冷战，还删了他的微信。哎，瞧，现在想加回来都没有台阶给他爬了。威浩电子公司，周红林从总经理办公室里出来，满面春风的。叶佳妮看到上司满面春风回来，马上跟着他进办公室，顺手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周经理，老总跟你说了什么？切，我看你很开心的样子。周红林放下了经老总审核签字后的文件，伸手一把拉住了叶佳妮的手臂，把她拉近前来，拥住了她的纤腰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佳妮，你猜，给你升职了，还是给你加薪？”周红林摇头，他上面还有2位副总经理，那2位副总经理，一位是老总的好友，一位是老总的亲弟弟，他是不可能升为副总经理的了。能干到经理，他已经很满足，加薪也不会，顶多就是奖金加一点。现在他能捞外快，奖金倒是不放在眼里了。讨厌，不猜了，你快说嘛，是什么好事啊？叶佳妮娇嗔着他。周红林在他的腮边亲了亲，哑声说道：“让我亲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”啊，讨厌，你不是亲过了吗？周红林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，叶佳妮被他看得心神荡漾，终是拉低了他的头，主动亲上他的唇。结束了法式深吻后啊，周红林才说道：“老总不是给我加薪，也不是升职，就是给我了一份邀请函，让我今晚代替他去参加一场商业酒会。说参加酒会的人都是商界的精英们，这是老总对我的信任，我更有机会接触到不少老总，对我将来帮助很大的。”周红林欢喜的是老总对他的信任，给他机会进入上流社会。用老总的话说，要不是他和2位副总实在抽不开身，都不会让他去参加的。那真的是抬举他呀。佳妮，晚上你陪我去参加吧，商业酒会是在管城大酒店举办的。今晚管城大酒店都不对外开放，周红林为了讨叶佳妮的欢心，经常会带着叶佳妮去管城大酒店消费。对本市最高级的这个大酒店挺熟悉的，但比不得今晚以贵宾的身份出席酒会。闻言，叶佳妮也是一脸的欢喜，笑道：“你说的对，这是老总看得起你，信任于你，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你真的要带我去？不带你太太吗？一般这种场合，大家都是带着自己太太出席的。”
当然，也有些老总是带着自己的秘书去。提及海玲，周红林脸上的笑容都没有了。他嫌弃地道：“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去，都不想带着海玲。”